只是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和，心意只知无足。应声莲，应800里分邦下情，50弦翻帅外甥，沙场求点兵。马做得骑飞快，攻入秘密陷阱，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袍生，孰有如此看重别？只是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和，心意只知无足问，谁换上皮尺骨？淡漠是伯牙先觉，九转丹砂老师去，关晶晶只是许长天，龙宫虎应声莲。醉里挑灯看见，梦回垂皎连营。800里分邦下情，50弦翻帅外甥，沙场求点兵。马做得骑飞快，攻入秘密陷阱，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袍生，孰有如此看重别？只是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和，心意只知无足问，谁换上皮尺骨？淡漠是伯牙先觉，九转丹砂老师去，关晶晶只是许长天，龙宫虎应声莲。醉里挑灯看见，梦回垂皎连营。800里分邦下情，50弦翻帅外甥，沙场求点兵。马做得骑飞快，攻。好了，各位晚安。今天呢，又是本台难得的历史课，我们大家多读书，有助于各位了解世界的现况啊。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的重演、重演、再重演。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几百年前有人跟你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人生，但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学到这些事情，而且你可能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很讽刺的故事，而且我们过去都太小看它了。Kevin1618 说赞助听不懂的新歌的 token， 这是辛弃疾的词啊！各位小时候已经这么久没有读这个唐诗宋词了，是不是？来，没关系，等一下你就知道啦。所以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辛弃疾21岁就单枪匹马带了50个亲信夜袭5万人的金营，然后把敌将从里面滴溜带走了。结果南宋怎么对他呢？冷冻他45年。爱国有罪啊！临终喊杀贼的池中之龙，还有另外一个同场加映，跟他同病相怜、满腔热血的状元陈亮。我们会讲到辛弃疾、陈亮、
鹅湖之会，韩托胄，韩守安边。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喽。少年跃马渡江流，50轻骑踏敌楼。时论县境无人问，一剑风尘40秋。鹅湖雪夜悲犹热，北固亭前白了头。林中一声杀贼去，谁欠将军一笔仇？我们今天不从战场开始啊，我们从一个灯会开始。在听直播的各位，跟我念一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会背吧？没有背也听过吧？国文课本说过，王国维说人生三境界引用过，多少告白文案超过，这67个字啊，大概是中文世界流通率最高的情话之一了。好了，问题来了，写这句人是谁？他这一辈子在干嘛？在听直播啊，以为这是一个浪漫书生的各位，答案是一个终身不被重用、冰冻在角落的一个将军，一个不世出的战争天才，最后被逼得只能舞文弄墨，一个21岁就率领50名骑兵夜袭5万人金军大营，把叛徒从酒桌上活捉出来的将军。而且我跟你讲，这还不是他人生最离奇的部分，最离奇的部分是这么能打的一个人，南宋朝廷把他冷冻了45年，一场仗都不让他打。你算算看，从一个人21岁一路冷冻了45年。所以今天这一集哦，我们要先讲一个悖论：生涯不幸，辞家幸。辛弃疾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被边缘化、被弹劾、被闲置的失败官僚，但他留下的句子哦，蓦然回首，醉里挑灯看见，廉颇老矣尚能反否，却道天凉好个秋。每一句的流通量都远远超过他在宋代的名声。历史啊，相当讽刺，他用900年的传唱给了他一个交代啊，朝廷欠他的终其一生都没还，历史欠他的用人们的传唱、人们的歌咏还清了。顺带给各位一个数字，辛弃疾存世的词有620多首啊，是两宋所有词人里面的存量冠军，连苏轼、苏辙都没有他多。为什么一个战将会变成产量冠军？很简单啊，他有的是时间。国家不给他战场，他就把45年的力气全部灌进纸上，供与后人说。所以你今天背的每一句稼轩词哦，严格来说都是国防量能挪用案的产物。那些字原本应该是刀，那些应该是国防预算的东西，被他写成了千古传唱的诗歌。所以啊，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看这个人？再补一刀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3种境界。第3个境界引的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各位想想这个反差，一个被国家判定不堪大用的人写下的句子，成了后世定义成大事业的终极境界。到底是谁不堪大用？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南宋朝廷来回答，我真心不能理解。那我们呢？我们这些会背他句子的人欠他什么？我觉得至少欠他一集直播啦。
欠他一次把他的人生从头到尾讲清楚的机会，不是只讲他是一个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是讲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南宋爱国有罪？而且这个问题不只是南宋，在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我先说清楚，古人的镜子照的从来都是现在的人。这一章的结论很简单，你会背他的句子，是因为那些句子太好；那些句子太好，是因为他的人生太惨。他的人生太惨，不是因为他不行，是那个国家不让他行。这3句话就是今天整集的地图啊，让你理解到底是什么状况。辛弃疾写那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啊，其实就是在中元时节赏灯写下来的。我把它再念一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就是西书的地方啦。那辛弃疾呢，出生于西元1140年，1207年过世，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后世称他词中之龙，存词600余首。来，我们还是讲一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怎么说的。那他的3境界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3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2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3个境界。这3句呢，分别出自于晏殊的《蝶恋花》、柳永的《蝶恋花》、辛弃疾的《青玉案元戏》。所以啊，我们要正式开始。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站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没有人去找他呀。你看这些句子你都会背啊，但你记不记得作者其实是一个将军啊？醉里挑灯看见青山遮不住，天凉好个秋，蓦然回首，稻花香里说丰年，可怜白发生，男儿到死心如铁，灯火阑珊处。这全部都是稼轩、辛弃疾的作品啊。那你看，所有人都记得他的词，但是不记得他的人生有多坎坷。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了吧。坏掉龙酒说，请支持吉利火球担任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所以各位，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没事就是各位看了高兴，就这样打个赏，就跟你在茶馆里面听人说书一样，所以就是这样。那曹真说的没错，看唐诗感觉就是豪放大气，看宋词是悲愤郁闷，因为朝廷不争气不长进啊，你怎么不悲愤呢？来，好了，我们要开始讲辛弃疾的故事了。我们把时间调回1161年，金主完颜亮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北方汉人纷纷起义。山东有一个22岁的年轻人自己拉了2000人的队伍，投奔当时最大的义军领袖耿京。这个年轻人就是辛弃疾。你如果当年跟他讲，你之后流传后世主要的名声是这些情情爱爱的诗词的话，辛弃疾搞不好吐出一口鲜血啊！来，我们先解释一下辛弃疾为什么会反。
辛弃疾1140年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沦陷10几年了。他是在金国统治区长大的，他的祖父辛赞在金国做官，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一种。他常常带着孙子登高望远，指着山河跟他讲，这些本来都是我们的。所以辛弃疾的抗金不是读书读出来热血不是无病呻吟的读书鬼在那边瞎讲，没，他是从小刻进 DNA 里面的家教。顺便说，弃疾这2个字它是对标西汉的霍去病封狼居胥吧，对不对？去病对上弃疾是同一个意思啊。他祖父帮他取名字的时候呢，就已经帮他选好职业了，要赴我河山，你要当将军。在听直播的各位换作是你怎么办？义军散了，因为耿京被底下的人叛变，张安国把他老板宰了，准备要投靠金人。西元1162年辛弃疾奉命南下，代表义军跟南宋朝廷接洽，人在外面谈判呢，他还在回程路上，后方出事了。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带着人头投降金国，换了一个冀州、知州的官位。你怎么办？如果是你要怎么办呢？义军散了，老板死了，手上没兵，正常的选项算了，回南宋偏安一隅，领个官位，安稳过日子。辛弃疾的选项是点了50个贴身最亲信的精兵，骑着马直接杀进金军5万人的大营。你没错，50打5万没有错1比1000以一挡千而且他不是去拼命，他不是说我今天就要以生共存亡，没，老子要去抓人。他冲进去的时候，张安国正在帅营里面跟金将喝酒庆功，辛弃疾把他从酒桌上面滴溜拉下马绑了，然后带这50人杀出大营，一路押回健康，交给朝廷正法。宋史记载这一段的时候，用了4个字形容：如挟蝉兔像抓一只兔子一样。5万人的大营入敌将营中，如轻骑旅行一般进去抓个人出来跟进超商拿罐饮料差不多。这个战机有多离谱？你翻整部南宋军事史，你找不到第2个对照组。而且注意他当时几岁？他22岁我22岁的时候还在翻龙枪那时候我在翻译，我已经觉得我好厉害结果人家22岁单骑踹了一个国家级的军营，了不起吧？此子堪当大任。但是然后就没有然后啦。我讲白一点，这是他人生初登场，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的军事行动22岁，生涯代表作，同时也是生涯全部的作品。所以当他晚年写《鹧鸪天》这首词的时候呢，回忆这一段是怎么写的：壮岁旌旗勇万夫，锦穿突骑渡江出。燕兵夜捉银葫芦，汉舰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次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江种树书。我壮年的时候，旌旗底下上万人
精锐骑兵渡江南来，结果下半阙呢变成悲剧。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我写了上万字的北伐方略，最后换来什么？我跟邻居换了一本种树手册。一个人最辉煌的战绩发生在22岁之前，剩下45年全是注脚。这不是天才的故事，这是一个天才被谋杀的案发现场。案发过程，我们下一章告诉你。谢谢 Amy 抖了一个布丁猫，然后我看一下啊。Natasha 说喜欢听历史故事 ，JXC 说国民党无路用，说好了不要暗示别人，我现在没有说别人怎么样啊，好不好？我们就说以古奉今呢，也是要大家自己看一看嘛。Harrison Wang 说朱大别怪我抖一堆字，只有75，手机怪怪只能抖75，补抖一下。Snow 上说致意宋词名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个 Harrison Wang 说，辛弃疾的问题在于辽和北宋期间南北汉人已经有歧视的情况，辽汉人叫北宋汉人南人，北宋汉人叫辽汉人汉儿，所以辛弃疾很尴尬，他等于是北宋沦陷区的汉人，所以他自己觉得是南方汉人，问题是宋朝廷会认为他是北方汉儿。坏掉龙九说，请支持吉利火球单人阿鲁巴老朱，别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今天的人一定比较少，但是我讲的开心，你就当额外学一点国学知识好了。顺带一提，8月网剧你顺便可以买一包冷冻水饺哦，请在我们置顶的连结购买好吗？千 U 炮说赞助国学的历史知识，天气热，请大家多喝水，小心中暑。这个信义区猫头鹰说朱大晚上好，难得开播赶上，抖内一下支持知识满满的直播。今天是历史知识。这个鹧鸪天的完整标题叫做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你看辛弃疾多客气，因为我来了一个客人讲说他多么多么了不起，于是我也跟着追念我少年时间做的事情，细作啊，我就开开心心的写了一篇文。来，我们要进入辛弃疾的原罪了。原罪是什么？原罪呢是归正人3个字。什么叫归正人？辛弃疾带着活捉叛徒的战功，活捉他不是杀了带了他的头，他把活捉回来南归23岁声名大噪。照理说这种人才你应该怎么用？给兵给权放北边，抵抗金人，对不对？南宋朝廷的用法真是让人想不透啊。江阴迁判一个地方文书官，为什么？因为在南宋的制度里面，辛弃疾有一个洗不掉的身份，叫做归正人。什么叫归正人呢？归正人就是从金国统治区回归南宋的北方人。听起来很光荣，对不对？弃暗投明，不对不对。但是在朝廷眼里，这3个字的实际意思是出身可疑，不可掌兵。你从敌战区来的，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卧底啊？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很熟悉呀？一个政权开始用出身而不是行为来认定你专不专业、忠不忠诚，这个政权根本上已经放弃治疗了。它基本上离纳粹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你的祖籍在哪？你从哪里回来？比你率了50骑踹金营的实际战功更重要。这种审查逻辑900年后换了几个名词，照样在用。各位自己对号入座，我就不点名啦。但辛弃疾不死心你歧视我没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厉害，我照样写。1165年，他写的《美琴时论》，
逐条分析经国虚实，提出完整北伐方略。1170年再写9亿，加起来上万字的战略文件送上去，朝廷的回应是什么？没有，朝廷没有回应。朝廷当真没有回应，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不想回你，怎么样？开不开心啊？朝廷不理你就不理你啊，没啦，就这样，文件收下了，人继续当文官，而且是调来调去的当哦。滁州、江西、湖北、湖南20年间换了10几个职位啊，平均1年多就给他换一个地方，这是重用吗？不是，这是防贼呀，不让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扎根呐，不让你累积任何可以转化成兵权的人脉。最讽刺的是，他连当文官被刻意冷冻，他都在冷冻库里面发光发热，把整个冷冻库给融了。在湖南呢，他创建了飞虎军，2500人，是南方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这一段我要多讲30秒，这个故事很传奇，因为它完美展示的辛弃疾的执行力有多可怕。建军要营房，对不对？营房要20万片瓦呀，可是连日大雨，官窑烧瓦之后来不及干，那来不及干，没有办法把没烧好的瓦就这样拿去用，石料不够怎么办？来，辛弃疾马上下令，长沙城的军民每户送瓦20片，我官府现金收购，银货两讫，绝不占你便宜。2天20片瓦就到位了。石料不够呢，没有石头怎么办？组织囚犯上山开采，按量抵刑。你采的石头越多，减的刑责越多。这种人，辛弃疾这种人，放在现代企业，就是那种你丢什么烂摊子给他，他都死里活做。什么东西都能解决，什么问题都如期交付的变态级的专案经理。结果这种效率在朝廷里面是什么？威胁呀！一个归正人在地方上练出一支只认他号令的精锐，主和派看到的不是国防资产，是政治风险。结果呢？监察御史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哇靠妈，连弹劾他的词都留名青史，杀人如草芥，我都不知道是监察御史宋代弹劾辛弃疾留下来的一句话呀。你练兵有效率有罪，你执法有魄力有罪。一个不想打仗的朝廷里面，能打仗本身就是罪名。谢谢兔兔不爱胡萝卜的斗内。这段时间呢，他满腹不爽，登健康赏心题，写下《水龙吟》，把吴宫看了，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他把佩刀拿起来，看了又看，栏杆就这样拍，没有一个人懂我登龙望远是为了什么。吴钩是什么？是春秋吴地出产的弯刀啊，弯弯的，有点钩，是古诗词里面的顶级兵器代称。李贺写过一首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
带吴钩是要反攻收关山呐、辛弃疾的吴钩呢，看了，拿起来看，放下，再拿起来看，一把神兵利器最悲哀的下场，不是折断，是变成百事啊！一个将军最悲哀的下场，不是战死，是变成文书。同一首词下半阙，他还自嘲：我学不来张翰那种西风一起就想家乡鲈鱼的潇洒，也不屑许四那种求田问舍、置产度日的活法。他两边都当不成，卡在中间，只能一直拍栏杆，拍。各位记住啊，栏杆拍片这4个字。一个武器只能看不能用的将军哦，一枪利器只能往栏杆上拍，这就是南宋对主战派的标准配置。Peace Corner 说：“哇，今天有辛弃疾，对呀、今天整集都是辛弃疾，还同场加送苏东坡跟陈亮。”来，水龙吟的《登健康赏心词》哦，我念给各位听：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曾远目献愁公恨，欲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驿，休说鲈鱼堪会，尽西风寄因贵味。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运英雄泪。这个西晋张翰啊，为什么说寄因呢？因为说他见秋风起司，梧州鲈鱼会，就是他家乡的鲈鱼会就辞官了，回家吃鲈鱼去了。求田问舍是三国许氏置产自营被刘邦鄙视之点，两点并用，既不归隐，又不自产，进退皆无路啊。Andy Mark， 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你说的辛弃疾的故事啊，我在一篇讲台湾的日本人大屠杀的直播里面有说过，我建议你去听一听，然后我们再来交流，因为已经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所以我们再往下走。我不要说去什么高中教书啦，我没有那个办法啦，别讲我啦，我没有办法，我可能会把学生杀光。所以啊，你看，这就是辛弃疾的下场，对不对？才高正主，功高人妒，所以啊，水龙吟讲的就是这个悲剧，无奈吧，无奈，没办法，没办法。但没关系，我们再来讲这个接下来辛弃疾怎么办？他被调到江西去啦，调到江西，辛弃疾还是照样有词可以作啊。他路上路过一个叫灶口的地方，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只有44个字，但是这44个字里面藏着一条逃难路线，叫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什么行人呢？不是过马路那个行人呢，不是。西元1129年，金兵南下追击，隆佑太后就是宋高宗的伯母，从江西一路仓皇南逃，官员逃散，百姓流离。逃难的队伍就是沿着这条江走的啦。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啊，
那场国耻才过去50年左右，江边的老人可能都还记得。玉姑台呢是在赣州城里面，登台可以望赣江。辛弃疾那个时候的职务是江西提点刑狱，司法官管刑案，不管军务。你体会一下这个场景，一个满脑子北伐路线图的军事天才，他在做朝廷给他的公务是批地方刑案卷宗，下班呢只能登个台，看到江水就想起50年前太后逃难，想起中原，想起长安，他连悲愤呢都只能利用下班时间悲愤，多无奈啊！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往西北看故都，隔着数不清楚的山，看不到也回不去。然后是那2句你一定听过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听直播的各位，这2句课本会告诉你是乐观，是历史大势不可挡。我跟你讲，你把它放回辛弃疾的人生脉络再读一次，这是一个还在相信、还有信念的人写的句子啊。他这时候还相信山挡不住水，主和派挡不住恢复中原的大势，时间站在自己这边。结果很抱歉，历史回头一看，时间站在谁那边？站在主和派那边，因为主和派掌权，主和派有的是时间，辛弃疾没有，这是整个南宋主战派的共同错觉。他们以为自己在等一个时机，其实朝廷在等他们老死。那结果呢？老死了也没当官，你身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啊，主和派掌权呢，你如果不认真要推翻这些主和派，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活。但是有人看不穿呐，而且朝廷等得起。你看这个结构，主和是不作为，我躺平；不作为，零成本、零风险，躺着就自动达成。主战是作为，要钱要兵要冒险，要有人扛责任，一边自动赢，一边全员逆风。在任何官僚体系里面，这种对决根本不用打，惰性天生就赢，大家天生就想要躺平。所以主战派输的从来不是论述，是物理。他们在对抗体制的惰性，惰性是宇宙中最强的力量之一啊。江晚正愁余，山声闻鹧鸪。傍晚的江边，我正发愁，深山里传来鹧鸪叫。鹧鸪的叫声呢，古人听起来像行不得也，哥哥走不了啊，老哥。走不了啊，44个字而已，前面是国耻，中间是信念，最后一声鸟叫把答案讲完了，行不得也。这一章的结论呢，交给那一只鸟就好了。来 ，Andy Mark 说，主播我关注你时间不长，上次在你贴文下说了很多脏话，非常抱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以后文明留言不会，以后多多切磋，大家互相学习。我每次做这个内容，你可能不要觉得妈我的流量少啊，我亏钱了没有？这是我自己要学习。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很幸运的人，我今天可以有300-400人跟我一起读一段书，我觉得很开心，就这么简单啦。所以开心就好啊！你看，我可以重新写一篇文章回复
辛弃疾当年的状况，我跟你讲，我一开始啊，电机系读的时候，其实我的中文能力很差的，我还把白首放歌须纵酒跟辛弃疾混在一起的。好，但这不是重点。你知道，1175年的时候呢，辛弃疾为什么去江西行狱？提点江西行狱呢，是因为查商军赖文正啊，1175年起事，转战湖北、湖南、江西，官军屡败。结果朝廷就想到，干有辛弃疾，太好了，我们叫他来打，他能打。于是辛弃疾数月平之，朝廷啊，愿意让他打的，永远只有内乱，不是北方的敌人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好，谢谢网友的抖内，有一个很可以，太久没人在绿界抖内了，我一时间看不出来那个地方。来，谢谢你哦。好，不管，我们继续往下讲。我打算再去看一下绿界是谁抖内，因为这里的系统不是那么好按。我看我能不能打绿界啊？所以我今天又把辛弃疾的人生我再读了一遍，我觉得我很幸运，希望各位呢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读辛弃疾，你至少可以从历史学到一些东西。来，远远抖内了2个，他说昨天目标没跟上，今天跟上历史说书打赏目标，喜欢听饱读诗书的朱大说书赞，历史对照现代，心有戚戚焉。那这个原说喜欢历史故事，期待讲唐朝武将，朱大啥都可以讲，真赞。唐朝的武将有缘，我有看到你的抖内了。唐朝的武将，我回去再想想看，唐朝武将要讲哪一个？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啊。那这个却道天凉好个秋，你怎么想死了你也想不出来，这是辛弃疾写的，对不对？西元1181年，辛弃疾42岁，他又得罪朝廷了，弹劾陈立罢官。辛弃疾搬到江西上饶的带湖，盖了房子，自号稼轩居士。稼是什么意思？稼是种田的意思。一个写过万字平戎策的人，开始研究怎么种田呐。这一住呢，前后闲居将近10年，加上后来第2次罢官闲居的时间呢，他人生有将近20年是被国家静音的状态。在听直播曾经被公司冰起来冷冻过的各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佐佐木赏、Sasaki 赏。我今天看了 Netflix 那个抽烟动画。不扯远了，来，你们懂那种感觉？薪水照领，会议不叫你，案子不给你，你每天上班就是向全公司证明我还活着，这个叫窗边组啦。辛弃疾呢就是这样，只是他公司是南宋，他被冰的理由是太想要帮公司打赢了啊，是不是？来，所以嘞，那个。退取，帮我看看可不可以趁机重新登录那个税务？你看还要不要这只手机？等一下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难得有浩克来，浩克正在外面很辛苦的这个，等一下今天有空
倒一下垃圾。礼拜三没有啊，礼拜三没有哦，太巧了哈。来，不好意思哦，好，这个 Elvin OK 说我巴不得被冷冻，不是嘛？人家想要躺平的没有办法躺平，不想要躺平，想要复仇的偏偏没办法。补个冷知识哦，注意这几首词的标题。我们接下来讲的是什么？书博山道中壁，书江西造口壁。书壁呢，就是写在墙壁上面。什么意思呢？宋代没有社群平台嘛，你不能像 Threads 一样去一个公共厕所，大家都大便，你去闻大便味。没有。文人的脸书在哪里？文人的脸书在驿站、寺庙、路边的墙啊。题壁就是发文，让所有过路的人、路过的人、读书人哦，这个好词，抄录、转传，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转发、按赞、分享啊。所以辛弃疾的处境哦，翻译成现代就是一个被拔光了官方账号的人，他底下一个部属都没有，只能沿路在墙壁上、宋代的社群网站上发文。结果墙上的文呢，900年后我们还在转发，官方当年的弹劾公告没人记得半个字，演算法会变，墙会塌，好句子不会啊。这段时间呢，他写了很多田园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写得好不好？好啊。美不美？美啊！但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22岁单骑冲入5万人军经营的将军，50岁坐在田埂上听蛙叫，还不是退休，被强制退休，这不是岁月静好啊，这是武装解除。国家逼一个将军去写稻花香，跟逼一个工程师去数回文针，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啊。这个时期呢，最重要的一首是《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你看，你也不要说辛弃疾只有武功没有文采，马上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农家乐啊！而且坦白讲，稻花香里说丰年跟丑奴儿听起来就是一个中年大叔。I've been there， 我已经饱经世事，我什么都看过了。但是我坐在这边呢，我知道我空有屠龙之计，但是我没有龙可以杀。非常的无奈，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各位好久没有吃这一个云漳牧场的牛肉贡丸，那个好贡丸就这样。所以啊，这一句话你看多么流传千古，你以为他是这个没事瞎鸡巴讲呢？不是啊，不是啊，他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描绘自己过去看过了那么多东西，课本说这是人生的成熟，我说难听一点，被禁言了，你要自我审查。而且最妙，我们问云漳的老板啊，他做那个云漳牧场做台湾牛肉的，我说那个最容易上手好吃的是什么？他跟我讲是牛肉贡丸。他的牛肉贡丸呢，你煮了之后呢，再直接去气炸锅烤，赞。它底下有一个那个纳税的那个什么税捐表，叫你要填，就那个。那
对啦，像说的没错，可能不是谁都是姜子牙老年再就业，干你得罪了党啊，你妈还再就业嘞，要到北监再就业是不是？好啦，然后呢，为什么他那一篇里面讲的很委屈，说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因为说了没有用，说了还会被弹劾。一个人把满肚子的国仇家恨吞回去，最后只挤出一句啊，天气转凉了，秋天真不错。各位，这不是豁达，这是一个体制成功的让一个人闭嘴的完工验收报告。当你发现一个最敢讲话的人开始跟你聊天气，你就知道他被弄得有多惨啊！一个不世出的战争天才。你能想象莱因哈特在家里种田吗？你知道杨威利在家里种田，他可能很开心，但莱因哈特气吞山河，就在家里种田，你就知道他被弄得有多惨。而且宋代，妈真的是最会情的一个朝代。读书人多啊，这个训话是有进度条的啊。第一次闲居带湖10年哦，1192年短暂起，又去福建，做的有声有色，他妈又被弹劾，又罢官。第二次闲居呢，搬到千山朴泉，又冷冻了将近10年。你发现规律了吗？人生有多少个10年？只要辛弃疾一做事，弹劾就到；只要他闲着，天下太平，没事，朝廷不动你。你敢出头，妈我就棒打出头鸟。朝廷用行为啊，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唯一被允许的功能是闭嘴，不要存在。大久保麻子说：“我要科学终将胜利，有去我妈在福利社买啊。”所以结论是什么？冷冻的目的从来不是惩罚，是驯化。惩罚你会反抗，驯化让你自己闭嘴。南宋在辛弃疾身上做的，就是把一个杀贼的人驯化成一个天凉好个秋的人，差一点就成功了。差多少？差一场雪啊！下一章要讲鹅湖了。稻荒乡里说丰年，是不是跟那个周杰伦那首歌有关啊？这个是那个信公猪肉的台式香肠。每次咬下去都爆浆，害我没办法吃太多，因为实在是太多只了。Jeju Fish， 谢谢你 ，Jeju Fish 上次还有来参加我们的那个网剧呢。出口物，谢谢你的抖内，喂，达成目标了，因为我这次就设10个，呵呵呵呵呵。来，记得各位8月要去参加网剧，好不好？在桃园附近。至于南部有没有办呢？不好意思啊，南部通常要住1个晚上，还要坐高铁去，真的没办法。不是那周杰伦吗？高中毕业而已，你怎么期待他要写那个《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呢？阿问，谢谢你抖了一个芒果刨冰，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点熟。来，这个我念一下《西江月》这一首词啊。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荒乡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方文山当然喜欢古典文学啊，古典文学是一个密度很高的一个文学作品它就跟短影音一样，现代人瞎鸡巴写一大篇，结果还要叫 AI 讲，然后你看完之后发现屁也没学到，结果呢？结果你跟我讲说，古代都不好，不要。
妈，你现在看短影音不就因为时间短吗？结果你看不了短影音，然后说妈我们要看长篇，怎么可能？好，我这样讲，辛弃疾就是才高八斗招人妒，打仗也被冷冻，写词也被冷冻。1181年的王令和说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1195年前后再遭论列夺职，南归45年期间呢，实际任职时间不到22年呐。那你看，因为他闲居，所以我们其实要感谢南宋德才不用啊。稼轩词有60%是作于2段闲居起呀。后世的文学遗产就是当代宋代的人才浪费清单呐，荒谬吧？荒谬吧？对啦，徽劝说可以坐到桃园火车站，再坐公车到桃园市政府就可以到了。你看《丑奴儿》这一首多么经典，它就是写在博山道中壁哦。今天就这样写在你大马路上啊，你贴脸书贴出来之后让大家看的好不好？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讲白了，就是一个大叔回首人生啊！我年少的时候觉得他妈往上冲，往上拼，越努力越好，造桥铺路，行善积德，为赋新词强说愁。等到我现在变成一个大叔了，我都懂了。他妈的，造桥铺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却道天凉好个秋。所以我们来聊天气吧。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就比较懂到底他在讲什么？然后接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来啊，各位，我们还是再强调啊，这个刚刚网友讲的，就是我们8月2号星期天下午的那个桃园网剧兼直播，我赶快直播完了，我要啪嗒啪嗒跑回来跟兵哥一起碰面。干流汁流了我满嘴油。你看 McKinsey 说，这真的有年纪之后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干，这社会从来不奖赏有才能的人呐！你今天有才能不行恶道，你他妈就一定死，好不好？结果讲着讲着，我们留言区又吵起来了，好吧，但是也没关系。来给各位看一下辛弃疾的人生，我顺便讲一下，我利用这个时间，我跟你讲，今天我又再买了2颗，我不是带货叫人家给免费的，我是直接买了那个酷泰科，就是我们置顶的连结里面佳美能的酷泰科的，目前可以带上飞机最大尺寸的行动电源了，就是这个210瓦，25000毫安培，然后它符合基本上27000是顶，但它符合那个飞机上的最低标准。妈的，每次都打不开。我跟你讲，这真的很棒。基本上你出差呀，不管去多远的地方，你带2颗就全部够，而且2颗还合规。一次出门呢，带1颗，25000毫安培，够你充笔电，够你充手机，够你充 Pocket 3。基本上我们出门一次直播呢，大概1颗用不完。而且你看这个包的这么漂亮，实际上我觉得干嘛包？妈用2个塑胶袋装给我就好了。就这样子，
一颗几百公克我不知道。你看，这是89.5或91.3瓦时，上面都有完整的标记，是可以带上飞机的。我跟你保证，我都查过，所以，我强烈推荐。这个是我用过，我认为他们的产品里面，目前台湾合法的最好的一个产品。然后库莱科都还有那个这个易经的显示，总之很好用。然后它还有附线，很好。附线就是附一条 Type C， 而且还蛮长的。现场插上去，卷。我以后要出差就带2颗就够了，可以充笔电哦，不是开玩笑的，大尺寸笔电也可以充，很方便，强力推荐。而且据说今年接下来又要涨价了，所以请各位自己看着办啊。好，来我们讲第5章了，真是人生2大惨事啊！爱国有罪，在这边真心如此。坏掉龙龙九说，辛弃疾、岳飞、袁崇焕、狄青、谭道济等人呢？历史告诉我们是历史永远在重复。现在中国史被归在东南亚史里面，学生都不会念到惨。人不学史，不足以知未来，你的眼光就会很短浅。题外话，就算西点军校毕业，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过，一旦回国服兵役，全部都会派去当传令跟文书兵，跟历史上所有昏庸朝代做过的一模一样的，笑死！因为台湾的部队啊，不怕蠢人，智商低都可以来当兵，他怕他带不动。你看看哪一个去美国西点军校回来的有当上将军的？真没有，好吗？Harrison Wang 说：“我的 AI 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虽然南宋官场存在对归正人的歧视，但辛弃疾在1170年至1174年是最有机会被重视的时期。当时是主战派于允文当丞相，于允文主战且有采石大捷的实战声望，但问题在于他主张从四川进攻陕西，干这路也太奇怪了吧？那辛弃疾则熟悉山东，倾向由东线联络北方义军，他想要南北夹击啊。”两人方向相近，战略路线不同。于允文未必不赏识辛弃疾，只是没有采用他的方案。所以最后呢，于允文1174年挂了，辛弃疾进入北伐核心的最佳机会也随之消失。你不如说从来没有存在过北伐核心。所以你仔细想想，哎，李清照的厉害的地方是，你要想。在那个年代，才人辈出，李清照一个女流之辈，施压多少男人，而且他们还不承认李清照是一个超级战将。她写的词就是好啊，她老公有一次不服气，写60几首，把李清照的3首词混在里面，最后就只有李清照其中一个词的其中3句，他朋友说：“这好词。”
所以哪有什么北伐核心嘛？陈安人说的没错啊，从来就没有要北伐，好不好？从来就没有。看看岳飞什么时候什么下场？来，真正的悲剧来了。第5章啊，鹅湖之会。1188年冬天，江西铅山下大雪。我有个朋友叫陈亮但是这个陈亮不是那个陈亮，而且他也不知道他以前有一个这样的陈亮。有一个叫陈亮的人，冒雪骑马走了800里路来带湖找辛弃疾。两个人是什么关系？陈亮跟辛弃疾是南宋的主战双璧呀。南宋最知名的2个主战派，甚至讲得更知名一点，他们也是最著名的2个政治失败者。一个被冷冻，一个被关进大狱，严刑拷打，弄到体无完肤啊！陈亮的故事我们下一章再讲。你先记得这个人进过牢几次？3次，3次。妈，一个人因为爱国被关了3次，我下一章会讲，看3次都是栽赃啊，栽赃到很夸张，我打再说。但他人生的悲剧，只是到了现代看起来南宋活该，所以变成一个喜剧了。你看这2个陈亮跟辛弃疾，2个被朝廷抛弃的人，在雪夜里面围着火炉喝酒，一聊连聊10天呢。妈的，简直是开论文发表会啊！聊10天呐，聊什么嘞？聊北伐，聊一场朝廷根本不打算打的仗。而且最妙的是，这场会本来应该是3个人，他们约了朱熹，对，就是理学宗师那个朱熹，3人共会鹅湖。最后朱熹放鸟啦，没来。一种解读是朱熹跟陈亮打了多年的王霸义利的比战，立场本来就不合，所以不想来跟这些黑到比黑人还要黑的人淌浑水。你看，连南宋最顶级的知识分子圈，面对要不要认真谈北伐，都是能闪就闪，最后留在血液里面只有2个不会闪的人。你仔细品味一下这个画面，全国最懂打仗的2个人，只能在民间的血液里面兵推啊。国家的正规军事会议在临安开会人在讨论怎么把金国跟把和议续约，怎么样子做城镇韧性演习，怎么样子演练断网30分钟，专业在野，外行在朝，这个配置眼熟吗？我们不要多说，妈可能被活活搞死了。2个人连聊10天，聊得太开心了。陈亮走了之后，辛弃疾跑出去说：“再聊一下嘛，再聊一下呀，亮哥，雪太大，没追上。”回来写词寄给他，陈亮贺韵回寄，就是你写一个词，我用同样的韵回给你，我也写一首词，2人一来一往。其中辛弃疾那一句，现在很多人都会拿出来讲。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男子汉呢，到死心都是铁打的，等着看我出手，把裂开的天补起来。然后就是那首国文课本必选，但课本永远讲不出重量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记之。陈同甫就是陈亮啦，全宋代大宋只有辛弃疾了解陈亮有多么悲壮，怀才不遇，连县大狱啊！这有多悲哀，真的很悲哀哦。但我还是要讲那个信公的香肠跟牛肉贡丸真的很好吃，各位要下单赶快下单呐、啊！千万不要错过。我跟你讲，你出国吃不到。破阵子怎么写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喝醉了，挑亮灯火看剑，你看我这个剑隐隐有龙吟之声啊，反光多棒！注意哦，又是看剑，跟把吴钩看了一样，他这辈子只能看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如飞快，弓如拼令玄经。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我开场那首歌，你说你听不懂，就这一个啦，就这一首啦，醉里挑灯看剑啊。前面61个字哦，全是美梦映醒。他回去看了之前的故事，美梦，烤牛肉啦，军乐啦，点兵啊，快马啊，强攻啊，建功立业，一路爽到最高点。两个人互相交代说：“哎呀，如果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能力呀，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成就啊？”但是很遗憾，朝廷不给你这个机会。哎，浩克，等下帮我拿一个那个原萃的茶。看我吃的这个东西味道好重，没有茶我可能活活死在这里。来，所以你知道前面最爽了，中间几个词顺手跟各位分析一下。课本都教过，但是都教得很无聊。800里不是距离哦，800里是牛。晋代王恺有头名牛叫800里伯，这里是把牛宰了，他把他的名牛宰了，分给部下吃。烤肉，哎，霸气外露，炫炫你。霸气外露啊！50弦是什么？指军乐齐鸣。电卢啊，德卢是刘备那一匹1跃3丈月檀溪的救主名马。也就是这个梦的规格是顶配啊，开帕加尼的风神，开 F16，妈手拿神兵利器，跟大伙儿一起作战，吃最好的肉，听最棒的交响乐，骑传说级的马，拉霹雳级的弓，梦做的越豪华，越来越凄凉。这是文学的杠杆原理，辛弃疾玩到了极致，也说他寂寞到了极致。怎么办呢？一路写到最后，可怜白发僧。讲到最后才想起来啊，可是到最后呢，我头上都长出了白头发。全词62个字，
梦占了61个半啊，现实半个字都嫌多。这是1188年的辛弃疾和陈亮两个只剩下梦的人，互相把梦寄来寄去取暖。张默结论一句话：当一个国家最热血的人只能在梦里点兵，这个国家醒的时候在干嘛？在议和。当一个国家做民调，告诉你有88%的人愿意打仗，结果募兵募不齐，最大吨位的沱江舰只有50%的边线比，怎么打仗？你他妈骗我，对不对？而且任何相信科学、任何没有被骗的人都变成中共同路人，这他妈是什么国家？国以不国，家以不家，有什么好说的？破阵子前面我念过了，后来呢，贺新郎就是辛弃疾再回给陈亮的，然后鹅湖之会呢还有第二次，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是第二次，之前朱熹陆九渊1175年第一次鹅湖之会。还有人忘说四川打陕西那有太远，诸葛亮不就是诸葛亮有赢过吗？将星运落五丈原，西出祁山多少次？7次啊，次次输。干，你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就是太远了，好不好？补给线撑不起来啦。但6879说，大大今天快乐的谈古今与现代。对，顺便跟各位讲，我们今天又包了寄一大堆蜂蜜出去，跟上个月、上上个月一个月几百公斤比起来，可能比较少。但是夏天呢，容易中暑，请各位记得要好好的补充体力，补充你的蜂蜜，好吗？也有树奇蜜啊，这个光颜色看起来就不一样，有淡淡的梅子绿茶的风味，然后也有这个荔龙蜜、荔枝跟龙眼的蜂蜜，然后本台呢也有在卖书，那探讨历史的可以看简商，喜欢看精彩小说的可以看《美丽丘上的不幸的幸福之家》。这个故事其实很有趣，你看了会想要看第二遍，因为它是一个后设型的小说，很不错。所以啊，这是陈亮跟他10天10夜谈完之后，辛弃疾因为雪深把他门口给压住了，所以追之不及。夜宿泉湖芳村，怅然赋贺新郎。两人此后呢，以同调唱和往复，留下了南宋词上最著名的主战派唱和组词。我把这个念给各位听。那这什么呢？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辛弃疾呢雪夜追陈亮不及。首唱我截录啦，就是不要全念，你有空在之前之后你再去好好查一下，不然我这边都念完了，念到12点了。来，他说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后面写佳人众约还亲别，唱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河，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箫鼓，问谁使君来酬绝。然后陈亮就跟着贺了一首词，也是节录：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以致之无足问，谁唤盐皮吃骨？淡墨使伯牙闲结。这个那个音乐的那个缘故啦。九转丹砂劳石曲，
管晶晶，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列。它里面用的这个词就是伯牙跟子期之音啊。全南宋呢，就你我可以谈北伐啦。龙共虎，应声列，跟辛弃疾写的《看世手，补天列》，你龙我虎，只有我们敢这样讲。你知道1188到1189年呢，两人用贺新郎来回往复。辛弃疾自序说什么？陈同复自东阳来过余，留10日，寄别之明日，于意中书恋恋，复欲追路，我好爱他，情投意合，好不好？结果50岁的人在雪地里面追客，追的不是朋友，是全南宋仅存的同温层啊！你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悲凉，那我告诉你，还有更悲凉的。你看我背后这一个人叫做陈亮啊。为什么陈亮值得特别讲一则？因为他实在太惨了，有多惨？惨到不能再惨。来，我们把镜头转给那个雪夜骑马800里的男人。如果辛弃疾证明了主战派不被重用，那陈亮证明的是更狠的一句：主战有罪，而且这个罪可以判很多次。陈亮是什么人呢？陈亮是浙江永康人。比辛弃疾小3岁，史书给他8个字：才气超迈，喜谈兵。这个人是南宋最凶悍的政论作家，没有之一。他这辈子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上书，他就是上书，直接写信给皇帝，骂朝廷苟安，骂何意误国，力主抗金，前后5次啊！陈亮是绝对有文采的人。第一次上书之后呢，宋孝宗看了其实很震动，想给他官做。各位注意，关键来了。一般人此时的反应是什么？谢主隆恩啊，领官上任。从此在体制内慢慢融化，慢慢改变。陈亮怎么说？陈亮狂笑一声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我上书呢，是为了国家打开几百年的太平根基。你以为我是来讨官做的吗？帅不帅？帅啊！下场惨不惨？惨到你无法想象。这个臭脾气加上他天天讲北伐，让他成为体制的眼中钉。他一生3次被抓进大狱，罪名一次比一次荒谬。你记不记得宋江是每一次被抓进去就要100杀威棒，妈就拿棒子打屁股打100下，次次打得你妈头都歪了，屁股都烂了。他一生3次被抓进大狱，罪名一次比一次荒谬。有一次呢，是宴会上有人喝酒之后暴毙，结果旁边人检举他下毒。有一次呢，家童杀人，又被他又说：“哎，你家童杀人了，我把你抓进去。”每一次的共通点是什么？每一次共通点是地方官跟政敌巴不得借题发挥，把这个大嘴巴弄死。他在牢里，我这样讲，今天牢里妈不是像台湾一样羁押禁见的，光羁押禁见1整年就把你脑袋搞坏。他在牢里被拷打到什么程度？
史料的描述是体无完肤，被打到妈浑身都是伤啊！爱国有罪，好吗？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冷静的跟各位分析一下，一个人没有贪污，没有叛国，什么都没有，没有杀人，他做什么事呢？他提醒国家要收复失土啊！提醒国家要收复失土啊！这件事的代价是什么？3次牢狱加酷刑，同一个时代组合的人在干嘛？加官进爵，荫及子孙，这不是命运不公啊，这是制度定价。这个朝廷呢，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读书人，主战比杀人放火还贵。但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是进入真正的悲剧啊！1193年，终其一生打死不退、铁骨铮铮的陈亮51岁，他这辈子年年只要有钱有机会就去考科举，终于考上了，而且不是考上科举而已，他考上状元啊！状元进士第1名啊！宋光宗亲擢，把他拔擢起来了，朝廷授他签书健康府判官啊！这应该是什么职务？台北市的研考会主委吗？或是秘书长？一个他等了一辈子，真正可以做事的位置。你一辈子怀才不遇，终于变成状元公，状元呢？但是陈亮没有去上任，因为隔年1194年，他病逝了，得年52岁。一辈子想为国家做事的人，等到国家终于肯给他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被朝廷拖死了，他没有时间了，请各位自己吞下去。辛弃疾提到2号，写了祭文，而他们2人唱和里面最亮眼的那句话还留着：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陈亮做到了到死心如铁，但是补天裂呢，天没有给他机会。这一章的结论很简单啊，南宋不缺想补天的人，缺的是愿意让人补天的朝廷啊。陈亮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各位很少听过啊。陈亮生平是生于1143年，卒于1194年。陈亮字同甫，号龙川，资州永康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代表，主事公之学，跟朱熹呢有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什么意思呢？朱熹主张3代行王道，汉唐杂以霸道，义利须严分。陈亮主张呢，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公道陈处便是有德，事公之学与理学的正面对决，南宋思想史最著名的论战之一。宋史陈亮传称其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声，下笔数千言立就。陈亮写过哪些
这个北伐方略、治国方略呢，有着古论，凭古今用兵成败；中兴武论，曾恢复方略；叶氏称其致富君之仇，大义也；欲拿诸夏而归之，大虑也。其学其文，皆为战而生，偏偏其事不容战。他就一个臭脾气呀、就是啊，这么简单啊。陈亮3次入狱，我再简短回顾一下，这人真的是很冤呐、冤到极点了。那但是他就是一个臭脾气的人嘛。一次是颜色犯上，州府罗织；一次因为家童杀人。一次宴会同席者爆竹被诬下毒，每次都被严刑拷打，赖有人与朝中惜才者营救才得免。陈亮还写了一个《水调歌头送张德茂大清实录》，他出使金国贺万春节。举国行礼如仪之际，陈亮问了一句，来，我念给各位听：尧之都，舜之壤，禹之风，于中应有一个半个齿成容，万里心善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何日自当中？尧舜禹的土地上，总该有一个半个以向异族称臣为耻的人吧。此词历来被视为南宋主战文学的最强音。最强音有什么用？活不到那个时候啊。但是最后，有人想要来利用辛弃疾的剩余文化。时间快转到1203年，辛弃疾已经64岁了，闲居千山。突然呢、朝廷的任命下来了，启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隔年还被皇帝召见问对。哇，你觉得是不是剧情要反转的嘞？是不是朝廷终于醒了呢？醒个头啦！我们看一下是谁启用他？权臣严托胄，韩托胄。韩托胄为什么要北伐？不是因为他突然爱国，是因为他在朝中的权位需要一场大功来巩固。那他为什么要启用辛弃疾？因为辛弃疾3个字是全国主战派的金字招牌，这招牌一挂出来，北伐就有正当性。我讲白一点，这不是重用，是消费啊。你是招牌，不是将军啊。招牌的功能是挂在门口，不是真的让你进厨房炒菜啦。辛弃疾知不知道自己被当招牌？他知道，但他还是去了。64岁了，这是最后一班车，明知道司机不对劲也要上。1205年，他任镇江知府，登上北固亭，写下他人生的总结之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里面有2段话，方向完全相反。各位听好了，第一段他警告韩托胄说：“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用刘宋袁家北伐的惨败提醒你，准备不足就开战，只会仓皇难逃啊！这是专业判断，仗要打，但不是你这种打法。第2段，他问自己，前面跟上级长官建议，后面问自己，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反否啊？
那谁来问我廉颇老了饭量还行吗？战国的廉颇被弃用了，赵王还派人去看过他能不能吃饭。辛弃疾连那个看他来吃饭的人都等不到。唉，这就是悲哀的地方。然后呢，他的专案警告没人听，他这块招牌也很快没了利用价值，他又被弹劾，又被降官，又被调离前线。1206年呢，开禧北伐开打了，结果完全照辛弃疾的剧本走，大败。1207年秋天，朝廷兵败如山倒，才又想起这块老招牌，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诏书送到千山的时候，才又想起辛弃疾已经很老了，于是诏书送到，辛弃疾已经病重不起。9月卒，68岁的时候，相传临终之际，他在床上大喊的，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短语：杀贼，杀贼。一个被冷冻45年的人，意识的最后一格画面，还是那个22岁夜串经营的自己啊！杀贼呀！但是贼到底在朝廷里面，还是在朝廷外面呢？但是这个故事最黑、最可怕的部分还在后面呢。北伐失败了嘛，对不对？金国的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金国开出来的条件是要主谋的人头啊！1207年底，史弥远等人在朝中发动政变，杀了韩托胄。1208年嘉定和议，南宋把韩托胄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面，韩宋金国谢罪，史称韩守安边，用一颗人头换一纸合约。在听直播的各位，请各位把这一个画面存档。一个朝廷用主战派的人头跟敌人买和平。韩托胄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发动北伐的动机不纯，准备草率，该骂。但打输了就把主张打的人头送给敌国，这个动作本身已经把南宋的国格讲完了。而且我提醒一句，当一个政权需要靠交出自己人来安抚对手的时候，对手学到的不是感激，是原来施压有效。这个道理古今通用，各位自行套用到你想套用的地方。顺带一提，辛弃疾死后多年，朝廷追谥他忠敏，冷冻你一生啊，死后给你一个字的评语，这种账我们后面一起算。我把永遇乐念给各位听，就在我背后。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妓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反腐。是不是这么的悲伤？然后他又写了一个贺新郎别茂家12弟，
那一句话叫做“将军百战声名烈，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常觉”。将军百战声名烈的用是李陵典，身经百战的将军呢，尚且落得身败名裂，辛弃疾连百战的机会都未曾有，他就一战而已啊！这一句话历来被视为辛弃疾对自身命运向天呼喊的一个抗议，但是没有办法，没人听啊。但等等，我们还是要讲，总有人看得穿，总有人看不穿啊。来讲到这里，各位心里应该都很闷，两个主战派，一个冷冻致死，一个下狱致死，所以最后我们要换一个朝代，换一个人，回答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容不下你的处境，除了悲愤致死，还有没有第二种活法？有，请看北宋苏轼。先讲清楚，苏轼的遭遇呢，一点都不比辛弃疾、陈亮清。1079年的乌台诗案，他因为诗文被罗织下狱100多天，差一点掉脑袋，最后被贬到黄州，官职是个虚的，实职就是流放。你以为的吃货东坡先生呢，是从鬼门关前走一遭回来的人。1082年春天，他被黄州郊外的沙湖道中遇到大雨，雨具刚好被仆人先拿走，他嫌重，同行每个人都淋成落汤鸡，狼狈不堪。苏轼自己在词的小序里面写了4个字：余独不觉，只有我不觉得狼狈，淋雨什么关系？然后他写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雨打树叶呢，随他去。我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慢慢走，我还唱歌嘞，谁怕呀？披一件蓑衣哦，烟雨里面过一辈子也行。最后一句呢，千古绝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头看刚刚风雨交加的地方，也没什么风雨，也没什么晴天的嘛。没啦，雨过天晴云破处啊！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请注意啊，这个不是没感觉，差别在哪？辛弃疾跟陈亮把那口气留在胸中，酿成了沉郁悲壮的词，也酿成了一生的苦。苏轼呢，把那口气吐出去了，酿成了旷达通透的词，也替自己留了一条活路。雨是同一场雨，一个容不下你、亏待你、把你按在泥里面的处境，狼不狼狈是你自己最后可以决定的一件事情。各位，你知道这一篇的原始稿件是哪里来？是我在北监写的专栏啊。因为你在墙里面，你有的是时间可以把整个宋词300首从头到尾看完。定风波我反复念了很多遍，念着念着懂了一句话：人改变不了那场雨，但可以决定要不要被它淋湿了心啊。外面的天气你不能控制，心里的天气是自己的。900年前有人先走过，回头告诉你雨会停，你只要没死，都还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啊，最开始我们问的问题，到底是苏轼心情调试的好，还是南宋文人遭遇更不公？现在给各位一个答案，这是假的2选1啊！不公是真的，豁达也是真的。你面对同一道题目有2种解法，2种都真诚，2种都伟大。一种让你读了想哭，一种读了让你想要笑着活下去。你要选哪一种，
等你自己淋到雨的那一天，你会知道，你就知道了。哎，顺带一提啊，哎，各位，我如果把北监这一段时间读的书、读的这些唐诗宋词元曲啊，都出来做一本书，有没有要买的？有的话按+1，好不好？我简单调查一下，看看到时候要怎么出。我也可以简单印个10本，自己开心就好了。但我也可以印个100本、200本、300本、400本、500本。白小洛说：“再给你多待半年，出来不得直接考研？干，我再多待半年，可能拿2个硕士出来哦。” Kevin 说：“减1，干不买就对了。”山仔医生说：“+11，干北监100讲，没到100讲，好像140几篇吧？真的假的？好，大家都买，好不好？那我至少可以印个50本。”老蔡还在牢里写书，我也在写啊，只是我出狱之后我要整理啊，我没有办法在一个什么参考东西就没有了的状况之下写书，我出来还要写这个，还要跟 AI 一起合写啊，不是，我也可以出电子书啦，其他都没问题，只是出个实体书嘛，印个几本，大家当个纪念。干说要买的人把他的名字刻在墙上，可以设定 7-Eleven 取货，你一定要预付的啦，干不然我哪有钱去印书啊？土城100讲，对啊，为什么柯文哲在里面也蹲1年，他只有10讲嘛 ？Mr. Cookie 说朱大 T 恤都是网络定制的吗？没有我的 T 恤是我们跟台南那边合作做的。没有实体书好重，你就可以买电子书嘛，是不是？不担心，好不好？只是我再看看，我校对一直校对不完呐、妈，我校对90几篇呢，还有50几篇呢，干 BOJ2229，大家要珍惜。朱大最近的题目都离土城很近的样子，也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说。来，好了，今天我们终于要结尾了。讲到这里呢，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整集的分析摊开来结算。南宋对主战派的定价表如下：辛弃疾45年冷冻，近20年闲居。0次领兵，临终2个字，杀贼。陈亮呢，5次上书，3次大狱，1生拷打的伤，一个来不及上任的官位，一条52岁就结束了命。韩托胄一颗装在盒子里面送去金国的人头。3笔是南宋为不想打仗这个政策付出的直接成本。注意啊，付钱的都是主张打仗的人，这个设计很精妙吧？那南宋买到了什么？买到了和平吗？没有，他买到了延期。1234年呢，金国亡了，不是南宋打赢的，是蒙古打的。然后蒙古的刀呢转过来对准南宋。1279年呢，崖山海战，宋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跳海，南宋灭亡。从辛弃疾死到崖山，不是说崖山以后无中华吗？是没错啊，崖山以后无中华啊。各位，这是本集的第一个结论，也是这个频道讲过100遍的4个字。原说推周深唱的《光亮》，我要实体书。好了好了，我们就来看看到时候订多少印多少，好吧？来，
这就是等价交换。你回避的每一场仗都会变成账单寄回来，账单不会消失，只会延迟送达，而且利息高到你付不起。南宋的利息叫做崖山。第二个结论呢，真相总是伤人。南宋不是打不赢，南宋是不敢让能打的人上场。因为对一个苟安的政权来说，主战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指控。你天天喊北伐，不就是在提醒所有人，朝廷正在摆烂吗？所以主战派必须有罪，爱国必须有罪，不是因为爱国错了，是因为你的爱国造出了当权者的不堪。900年前的逻辑，今天有没有换个包装继续营业？有没有一种政治靠着审查别人爱国的资格在过日子？有没有人只因为主张认真面对战争风险就被扣上帽子？各位不用我点名，你们心里面都有画面。当年那个朝廷跟你说爱卿之才宜于治民，翻过来就是你千万别想碰兵权。而今天当你听到不要唱衰，不要制造恐慌，套用同一个翻译公式，各位自己解读。只要当局急着帮你定义什么叫爱国的时候，你就该知道他们心虚的程度跟音量成正比。还有一条轴线，科学终将胜利。在这一集长什么样子？长这样啊！辛弃疾的美情实论对金国虚实的判断，他对开禧北伐准备不足并败的专业警告，事后全部应验，一条没漏。专业判断不会因为朝廷不爱听就失效，他只会换一种形式回来，用战败的形式，用人头的形式，用崖山的形式。你可以冷冻打压一个专家，你冷冻不了他说中的事实。最后我们回到辛弃疾本人，他这一生朝廷欠他的一场仗一个公道永远没还，历史欠他的用900年的传唱还清了。今天台湾的年轻人还知道蓦然回首，还知道天凉好个秋，生涯不幸辞家姓，这是历史给他的交代。而我们对他的交代跟亏欠呢，就是今晚这一集，把他的一生讲完，把爱国有罪这4个字的运作机制讲穿，然后记住这个对照组，一个国家怎么样对待最想保护他的人，决定了这个国家配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南宋给出了他的答案。1279年在崖山签收，崖山之后无中华。我的判断呢，就是最后的一句话，账单不会消失，只会延迟送达。你今天不敢面对的事，未来会连本带利跟你收。南宋的收据在此，慢走不送。各位，今天我很高兴可以跟各位一起讨论、聊天、听古诗词，然后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呢，这个到底是怎么讲，我也很难跟各位说。但是我没有要这个告诉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人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所以，请各位啊，你要体会到当代是乱世，乱世爱国有罪。你就好好的欣赏跟享受今天的人生吧。各位，我已经把我的那个斗内的狗皮膏药贴出来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有绿界的，然后有那个微信的，有支付宝的，各种各样。所以，请各位有空的话，斗内看看。手机我要看那个支付宝，那各位可以抖内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啦。来，狗皮膏药就请各位支持一下。Mr. Cookie 说：“干朱大是不是开了美颜？”没有这个是内建设定哦，我真没开美颜，我皮肤也没有多好，但是没开美颜呐。
而且我开美颜能看吗？这又不是跳擦边的。我看看啊，今天微信的白小洛说，以为是战术性后撤，没想到是借股讽金，方丈很小气，干都你在讲，我没有要借股讽金呐、请大家不要再栽我赃了，好不好？然后刘冠超又传他今天吃的伙食来了，天天就看这种东西。对呀、啊，到底为什么那么爱看我外表怎么样？干本人在家里直播的时候，那脸糊的跟妈有病一样。这个什么什么许老朋友，谢谢你的抖内。然后这一位网友抖内这个什么什么名说今天不错的题目，很高兴你喜欢古典诗词啊，我也喜欢呐、啊。来，这个什么哲知识付费，应该不是陶喆。来啦，还有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啦。这个我就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哦。对，我们8月有网剧哦，在置顶的那个连结，请各位去看。然后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很好用的酷泰科，我用了3年才换一颗的这个25000毫安培210瓦这个行动电源。非常值得，请各位如果有必要出国的话，带2颗，什么状况都够了，连你的笔电都可以充。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呢，其实都在这里，有云章刚牛肉贡丸，还有信丰的香肠，还有云章的牛肉面等等等等。这个8月2号不是你的名字贴错了。所以我不能说你对，请各位去置顶的地方点阅就好了。所以各位，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直播的结尾啦，要跟各位做民意调查啦，快！今天的内容，觉得内容写得好，讲得也好的，请按1；觉得内容写得好，讲得不好的，请按2；觉得内容写得不好，讲得也不好的，请按3。快，赶快按赞时间啦！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在2小时之内结束的话，也可以开心的用剪映来转字幕，比较准，好不好？还有网友来晚的必须点1，每天都是准时这时间，你为什么还可以来晚？而且今天讲历史，几乎是必然就会人少，没有问题的，好好的讲历史。来，就是这样子啦。今天有没有以古讽今呢？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希望各位开心，好不好 ？Valley Lock Three One， 如果你身边有人喜欢古典文学、喜欢辛弃疾的，也传给各位听，好不好？来，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这样子告别了，好不好？挥劝说还不小心睡了一下下，不要太累啦，好不好？来，我看看啊，今天的，好了，跟各位说拜拜。